印度将成为全球第3大经济体。近年来，印度在全球疫情蔓延、局部战火不息的情况下，连续多年保持着全球第1的经济增速。在此基础上，印度制造业得以被迅速拉动，印度人畅想中的世界制造工厂地位似乎正在被落实。种种迹象表明，印度正在沿袭着中国崛起的道路，即将复刻中国奇迹。那么这一切真能如印度所愿吗？印度，一个饱受国际社会重视、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尤其在西方国家眼中，印度的崛起不可阻挡，未来势必成长为世界一极。而从近些年印度的经济表现来看，外界预测并非空穴来风。进入21世纪第2个10年后，印度经济长期保持在7%的增速，位列世界第1。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印度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使其从全球经济复苏中收益力度加大，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其短期内经济稳定增长。2023财年，印度在全球战乱不断、经济形势总体下行的情况下，仍保持了7%的 GDP 增速，并以3.49万亿的经济总量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5大经济体。截至目前，印度经济发展状况依旧保持迅猛劲头。亚洲银行对印度2024财年经济作出预测，认为其 GDP 增速仍能维持在6.7%。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此的预测为6.3%。而印度方面经济专家则乐观估计，2024至2025财年，印度仍能实现7%的 GDP 增速。莫迪政府更是表示，印度将在2027年超越日本和德国，成为全球第3大经济体，并在2047年成为发达国家。西方金融机构也纷纷预测，基于印度庞大的人口红利和在科技领域的创新，印度有望在2075年超越美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第2大经济体。种种言论和预测都表明，印度的经济腾飞只是时间问题。而在印度经济发展火热的情况下，其制造业也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2024年1月30号，印度政府宣布将手机塑料、金属制件、SIM 卡插槽等零部件的关税从15%降低至10%。此前，印度出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极少做出主动减免关税之举，更多情况下是频繁加码关税。此次减税行为明显凸显着印度政府助力制造业发展的倾向。据印度手机和电子协会方面透露，这是莫迪政府为提高印度手机制造业竞争力采取的措施，利用低进口关税扩大规模，将印度打造为全球电子产品制造中心，是印度制造业走向繁荣的关键一步。西方多家标普机构预测，至少未来3年，印度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印度能否抓住这个机会，一举成为下一个全球制造业中心，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和机遇。而莫迪政府对手机和电子产品的减税扶持，就是印度开始着力发展制造业的一个缩影。除经济快速发展、制造业一片繁荣之外，近些年印度政治与军事层面的崛起同样引人注目。上世纪40年代独立后，全面继承西方民主制度的印度，一度因国民识字率低、经济发展滞后、语言多样性难题，难以将民主制度推向全国。但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实践，印度人显然已经将从英国殖民时期继承下来的自由民主原则融入到印度特有的政治环境中，并塑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民主政治。军事上，印度拥有庞大的军队规模、持续增长的国防开支、先进的武器装备、不断增加的核武数量，以及国防生产发展的强劲势头。尽管在军事科技自主研发领域，印度一直饱受外界诟病，但这并不能否认印度的军事实力突飞猛进，已位居世界前列的事实。纵观印度各个领域的发展，印度人仿佛正在复刻中国崛起的老路。然而事实正如印度人所期待的那样吗？答案显然并非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印度当前经济发展速度和总体经济规模的确有超越日本、德国乃至美国的潜力，但更加不容忽视的是，印度经济前行道路上必须面对的几大难题。首先，印度存在极大的贫富差距。印度是一个由少数且富有的精英阶层和大量贫困人口组成的社会，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在某种程度上会阻碍其经济发展。为了改善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印度政府近些年已经采取了强制教育、给下层民众提供更多工作机会、调整税收等政策，但从结果来看，社会贫富差距现象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印度在1994至2012年期间，成功的使1.33亿人摆脱了贫困，极端贫困人口大幅下降。然而，目前全球1/4的极端贫困人口仍生活在印度，导致印度贫富差距难题无从解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再比如独立之初，印度一味强调发展工业，对农业发展忽视，导致大片土地掌握在上层社会手中，贫苦农民获利甚少，常年徘徊在贫困线附近。
再加上印度对初级教育投入的不足，税收政策的失衡，最终导致贫富差距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一大阻碍。另外，印度经济发展看似一片欣欣向荣，实则正面临着产业结构严重失衡问题。印度在部门或产业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一方面是服务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一直居高不下，而工业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整体来看，印度产业不平衡主要受制于劳动力教育程度不高、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印度人口众多，而且农村人口占比很高，但农业产值却一直很低。印度的产业结构失衡导致就业岗位严重短缺。据统计，印度每年至少有1000万个就业岗位需求，而印度自身每年只能提供约100万个就业岗位。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就业机会支撑，印度的人口红利就有可能转化为人口灾难。最后，印度经济看似增速飞快，但其国内的基础设施长期落后，时间一长势必会拖累国家经济增速。一国或地区基础设施的配备状况，深刻影响着其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世界银行曾指出，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增加10%，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将增长0.7%至1%。但就目前印度的基建情况来看，交通、能源、教育、医疗等各方面的发展均不尽如人意。以印度交通为例，印度铁路系统庞大，运行繁忙，是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系统之一。但由于建造年限久远，各线路普遍面临设备陈旧、故障频发等问题，因此目前公路承担着印度高达60%的货运和85%的客运量。其中，高速公路只占不到全国公路网的2%，并且只有1/4的国道是4车道。在印度所有类型的道路中，只有约占47.3%的公路铺好了路面。此外，有将近1/3的村庄没有全天候公路，城市交通也非常拥挤。海运方面，由于印度航线很长，因此港口很多，不过其港口普遍很小，且设施陈旧，港口设施卸载货物的速度非常缓慢，通常平均需要3天时间。总体看来，印度交通基建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其经济增速，这个问题会在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逐渐凸显。不光是经济发展问题重重，印度繁荣制造业的背后同样存在诸多桎梏。不同于传统发展路径，印度人走的是一条跳过工业化，直接从农业转向服务业的捷径。这是一种服务业优先发展，以迅速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截至目前，印度服务业在其 GDP 占比中一度超过50%，而制造业比重只有15%左右。这种倒挂式的经济结构虽然短期内能迅速拉动印度经济增长，可劣势同样十分明显。站在印度产业结构角度，服务业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工业发展，却无法替代工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持续性贡献。而制造业若长期处于劣势，不单会阻碍服务业升级，还会导致印度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为扭转这种局面，印度早在2014年就提出了所谓的印度制造宣言，是要在2025年将制造业 GDP 占比提高到25%。为此，印度人还制造了一系列详细计划，设定了一个又一个目标。然而从结果来看，印度的制造业比重非但没有任何提升，反而逐步下滑。2021年，印度制造业占据 GDP 的比重仅为14.3%，远低于25%的目标。印度制造业发展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在于内部外部双重制约。就内部经济而言，印度妄图依仗的人口红利没发挥出应有的效力，国内民众受教育水平限制，难以大批量投身中高端制造业岗位。同时，倒挂式经济结构本就难以像传统工业产业那般向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就业机会，从而导致印度大量劳动力为了养家糊口又转投农业。另外，制造业良好生态系统的缺失，也是印度制造业难以真正腾飞的一大制约因素。印度制造业本就基础薄弱，供应链不完整，无法形成灵活的中小企业生态系统。以印度电子产业为例，尽管印度在大力鼓励发展电子制造业，可本土缺少元件、模具的现实情况，导致其根本无法在国内打造完整电子产业链。连基本的零部件都要靠进口，印度又谈何营造制造业良好生态？又凭何崛起为制造业大国？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座世界组装工厂。站在这一角度，印度制造2025目标想要实现，仍旧任重道远。经济增速全球第一，制造业发展欣欣向荣，本就发展潜力十足的印度，看似一副即将腾飞、复刻中国崛起道路的姿态。但只要稍加推敲，就会发现，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背后，仍面临着产业结构失衡、巨量人口难以转化为人口红利、贫富差距无从缩小的难题。
表面上繁荣发展的制造业，同样因为缺乏良好生态环境和工业化基础，面临着基础零部件短缺，必须长期依赖国际市场等问题。而在以上种种难关没有被攻克之前，印度的崛起仍只存在于理论中。中国既然能把武器卖给巴基斯坦，为什么又要区别对待，故意冷落关系更好的朝鲜呢？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就在今年年初，受到主办国卡塔尔的邀请，巴基斯坦派出空军部队参加了一场多国联合演习。而此次巴基斯坦空军驾驶的正是前段时间中国刚刚顺利交付的歼10C 型战斗机。最终，中国出口的战斗机不辱使命，以9-0的夸张战绩取得完胜，让卡塔尔空军斥巨资购买的欧洲台风战斗机黯然失色。消息传回国内，顿时引得军迷们一片沸腾。而在欢欣鼓舞之余，就有一些朋友提议，应该把经过检验的歼10C卖到更需要它的地方去，例如中国的唯一军事同盟国朝鲜。可面对这些军迷朋友的提议，军事专家们却罕见的集体给予否决。对此，有专家给出了3个理由，而最后一个最为致命。首先，第一个理由是中国的战略部署。为什么巴基斯坦能够得到中国的武器呢？2022年3月11号，在巴基斯坦的卡姆拉空军基地，中国向巴基斯坦交付了首批6架歼10C 型战斗机。消息一经传出，顿时引得巴基斯坦国内一片沸腾。时任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更是亲自到场迎接，发表演讲，也毫不吝啬对中国的感激之情。其实，作为一个军工业并不先进的国家，巴基斯坦进口国外武器的情况并不罕见。然而，像这一次接受歼10C 型战斗机时弄得如此隆重，却是寥寥无几。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一切都还要谈到另外的一个国家，那就是印度。原来，就在这场交机仪式举行的前2天，刚刚发生了震惊世界的39事件。印度一枚波拉莫斯巡航导弹不慎落入了巴基斯坦境内。虽然这起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还是让巴基斯坦全国上下感到愤怒不已。所以在接收中国战机的现场，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才会特意强调，虽然巴基斯坦人民热爱和平，但如果有人敢对巴基斯坦有其他心思，那么我们也不会畏惧，一定会坚决反击。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就算没有这起误炸事件的发生，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可以说2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仇视早已是全世界默认的事实。但如果单单从2国的国力来看，印度几乎能够实现碾压巴基斯坦的局面。所以在多次的印巴冲突当中，印度基本都能够成为赢家，甚至在1965年的时候险些将巴基斯坦亡国。而之所以印度最后没能得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的出手助援。实际上，虽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国的邻国，但比起巴基斯坦，印度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恶邻。不仅毫不掩饰自己向外扩张的野心，直到今天还计划对中国的藏南图谋不轨，而且还总是使坏，在国际上给中国各种下绊子，希望着能把中国拉下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巴基斯坦对中国来说就极为重要。2015年，一位名叫张志坤的专家发表文章称，巴基斯坦事实上是抗衡印度的主力，有这个主力摆在那里，中国面向南亚大陆的战略就游刃有余。既如此，中国帮助巴基斯坦也是顺理成章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要讨论战略，中朝之间的关系显然比时不时还想亲近美国的巴基斯坦更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怎么能厚此薄彼呢？事实上，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必须仔细比较巴基斯坦与朝鲜2个国家的不同。这也是第2个原因的所在，那就是朝鲜的未知性实在太大。据朝中社消息，2024年1月15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演讲中表示，朝鲜应该在宪法中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人和永远的敌人，并以此为根据声称应该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完全占领、平定和收复大韩民国。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朝鲜近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展露对韩国的敌意了。早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朝鲜官方就公开宣布不再将韩国视为自己的同族兄弟，放弃长久以来实现半岛和平统一的奢望。当然，朝鲜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最主要的诱因还是美国的逼迫。在美日韩3国频繁挑衅的背景下，朝鲜只能被迫走出这一步。但不管怎么说，朝鲜半岛如果因此走向战争，绝对不是中国希望看到的。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需要注意的是，这份协议是一份停战协议，而非和平协议。韩国一方都没有参与签署。前韩国外交部长卞荣泰曾公开叫嚣，韩国不认为有义务遵守停战协定。所以从客观上来说，现在的朝鲜半岛仍然处于暂时停战状态。如果现在双方有一方动手，战争随时都可以再次开始。而在半岛问题上，中国向来提倡用和平手段解决矛盾，维持半岛的稳定。正因为这样，中国不能像对巴基斯坦那样给朝鲜提供武器。
其实说了这么多，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遗忘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为什么不出售给朝鲜军事装备，却忽略了朝鲜到底会不会要。而如果熟悉现在朝鲜的情况，就算中国想将一些先进的装备卖给朝鲜，朝鲜也大概率会拒绝，除非中国白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朝鲜是真的穷。实际上，现在中国的歼 10C 型战斗机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朝鲜说不眼红，那肯定是假的。毕竟，现在朝鲜绝大多数的战斗机仍为苏联时期进口的苏25和苏7这些第一代、第二代战斗机。然而，韩国军队在美国的武装之下，已经普遍装备第三代战斗机。于此背景之下，本来就担心遭到侵略的朝鲜，显然会非常希望进口一些新的战斗机来提升自己的空军力量。不过，在许多军事专家看来，朝鲜就算要进口中国战机，大概率也不会选择歼 10C， 而会选择中国空军退役的歼 10A。是因为歼 10A 更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朝鲜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歼 10A 更便宜。目前虽然中国并未公布歼 10C 的具体出售价格，但根据一些军事专家的分析，其造价起码在5000万美元以上。而歼 10A 虽然同样没有明码标价，但通过此前巴基斯坦方面披露的消息，中国出售给巴基斯坦的枭龙 Block 3战机并不会超过4000万美元。因此类比之下，歼 10A 的价格大概率也会和枭龙 Block 3战机相差不大。购买歼 10A 对于朝鲜来说，显然压力会小很多。现如今，朝鲜的贫穷几乎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在常年的先军政策影响下，尽管朝鲜在军事实力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国内经济实在有些不堪入目，与南边的韩国更是比都不能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让朝鲜政府再花费高额的价格购买中国武器装备，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俗话说得好，亲兄弟还得明算账，让中国免费把武器送给朝鲜，那也不符合常理。于是便出现了中国把武器装备卖给巴铁，也不卖给朝鲜的情况。